境不仅仅代表了目的地本身，还包括了旅途上的一景一物、点点滴滴。一起走进古城，一探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骑着驴上山，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看大象。这里的人用动感与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互动，跟着当地人的欢呼，领略这里的足球精神。这里是杀人湖，也是捕鱼的好去处。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走一趟极境之旅。前往未知之境，感受蒙古大地风情。原始、崎岖、干燥、高海拔的蒙古西部是距离首都乌兰巴托最偏远的地区，也是健行与登山者的天堂。因地理位置偏僻，长期与外界隔离，再加上政府允许保有其语言与传统，让居住在这一区的哈萨克族，比起中亚较现代化的哈萨克斯坦国，更完整保有1000年来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让这里更充满魅力。这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不但有哈萨克族牧民延续数千年的驯鹰文化，还有壮观的森林峡谷、清澈的高山湖泊等各种纯净自然的原始风景，美得令人屏息。巴彦乌列盖省总面积46000平方公里，有约10万人口。其中93%是哈萨克族，是蒙古唯一一个以哈萨克族穆斯林为主的省份。这里主要沟通语言为哈萨克语。来到巴彦乌列盖，游人可以深刻体验到哈萨克游牧民族引以为傲的传统与好客文化。巴彦乌列盖省对外交通非常不方便，公路路况颠簸崎岖。因此，一般游客会从首都乌兰巴托飞往西部的首府乌列盖。我来到了蒙古的最西边乌列盖，现在跟着我去找导游。Hi, hello. Hello. Hi, Gabi. Gab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abi. Yeah, welcome to the Ubi cit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Are we traveling with this van? Yes, it's a Russian van, 4x4. 哇，我们要搭这台俄罗斯越野车来旅行，非常酷。上车。乌列盖也是临近中国与俄罗斯交界的边境城市，但与其说是城市，更像是一座地处边陲的小镇。低矮的混凝土建筑跨立于科布多河两岸，周围是延绵不尽的山峦、蒙古包区和悬崖绝壁。Oh, what a nice view. Do you live there as well? Yes, it's my hometown. Wow, it looks very different from Ulaanbaatar. 在这个名为友谊丘的城中制高点上，还树立了一座纪念与中国新疆阿勒泰市友好关系的纪念碑，也是游人来到乌列盖饱览城市全貌的最佳观景台。巴彦乌列盖省据说是中亚驯鹰文化保存最好的地区。金雕狩猎的古老传统仍在距离乌列盖市区30公里外的萨格塞村落里延续。大部分的游客来到乌列盖，就是为了参与每年9月到10月之间在这里举行的金雕节驯鹰大赛。在蒙古西部旅游，除了要面对漫长颠簸的路途外，还要调整对现代文明需求的心态。
离开城镇后就没有旅馆、餐厅或休息站，一日三餐都得仰赖随行厨师。陪伴我们长征的俄罗斯越野车是当地人翻山越岭惯用的经典车型。但在前往村落的路途上，颠簸的路况还是让车子突然发生了故障。在蒙古西部，汽车抛锚、卡坑、破胎的发生几率很高，要有放慢脚步或更改行程的心理准备。但也因为如此，才让葛凡得以停下脚步，在空无一人的荒野之地，意外欣赏到美丽的夕阳。天亮了，啊，终于天亮了。昨天晚上睡得好冷哦，半夜一直被冷醒。啊，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一个蒙古包里面。昨天因为路上车子抛锚，所以我们就借住在一个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蒙古包里。Good morning, Ibolak. How are you? Sleep well? 他就是这里的主人 Ibolak， 他是专门训练老鹰来捕猎的驯鹰猎人。现年27岁的埃波拉，15岁开始学习驯鹰传统至今，是当地硕果仅存的250名驯鹰人之一。目前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妈妈啊，嗨，这位是母亲大人。抱我 Brother？ 哦，长得很像的。Oh, I'm going to the Eagle Festival. Are you participating? Wow.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Okay. Oh, can I see your eagle? Okay, let's go.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老鹰。哇，好帅的老鹰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一只老鹰，看起来很凶，我不敢太靠近它。老鹰中，金雕是最为凶猛剽悍的猎手，能以300公里的时速从天而降。在它锋利的爪子下，兔子、松鼠都无所遁逃，甚至还能捕捉狐狸或狼等大型动物。He won't bite me, right? Oh. Does he have a name? Abak. Abak, 你好。Abak. 他害羞，跟他的主人一样，他们都很害羞。How old is he?哇，他是从鸟巢里面就把它抓过来了，养到这么大，养了7年。平日除了畜牧工作外，埃波拉最大的兴趣就是训练老鹰。进行训练前，他得换上驯鹰猎人的传统服装。雏鹰的训练周期长达6年，它们一般能活到大约25年。长到12岁时，就会被放归山野，为的是让它们能够繁衍下一代。金雕除了用于狩猎外，也被训练于看护羊圈、驱赶蠢蠢欲动的野狼。Hello, Ibolak. Hello. Wow, you look so handsome. You look like a superhero. Can I also try on your hunter clothing? Polat. Yes? Yes. Wow. 我要来体验一下当驯鹰猎人的感受，因为我看他穿上这个服装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看看我会不会变成像是个超级英雄的感觉？有像驯鹰猎人吗？有没有很帅气
这件大衣啊是用马皮做的，很保暖，是他们的冬装。这袋子呢是放给老鹰吃的食物，里面有羊肉啊。好了，好，现在要来进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啦，让老鹰跳上我手上来。其实我有点紧张，它看起来很凶，不是很好靠近。除了摄影机要有照相机拍我，要帮我留念哦。不要叼我，不要叼我，我很爱你，我爱你，你不要咬我，拜托你。哇，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很凶，he's eating your coat。不要咬我就好。老鹰其实有点重量，它的爪子好有力哦。哦，原来只要把手举高，然后摇一摇，它就会展翅。好了，太大力，我才提不到1分钟吧，觉得已经有点累了，真的很饿。How do you feed him? Has chocolate on the lips. 所以如果要喂它食物，一定要先进行一些训练，才能喂它吃东西。看他们怎么训练老鹰，哇，不简单呢。因为老鹰本身这个动物就是一个比较难驯服的动物。极境之旅，前进蒙古西部最偏远的城市乌列盖，走进哈萨克少数游牧民族的驯鹰部落。有像驯鹰猎人吗？主持人葛凡亲身体验流传了数千年的驯鹰文化。不要叼我，我很爱你。哇，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为了迎接金雕节，今天埃博拉特别请了他的师傅一起来示范如何训练老鹰，也为明天的比赛做最后的演练。Hello， 这是埃博拉的师傅，他跟着他学习，已经学习了15年这么久。他们训练老鹰的过程呢，主要有2个，一个呢是把老鹰呼唤回来的技能，另外一个就是训练老鹰去打猎。驯鹰传统据说起源于6000年前的中亚游牧民族。夏天，他们依靠牦牛、山羊、绵羊、骆驼及骏马等过着温饱的生活；冬天则用驯养的金雕来猎捕食物。如今，随着时代改变，驯鹰捕猎已不再是哈萨克牧民生存的必要技能，导致传统的驯鹰文化逐渐式微，而改以透过节庆、比赛的方式来保存。在每年举办的金雕节驯鹰大赛，参赛猎人要通过换鹰、狐狸毛皮2个比赛。换鹰是驯鹰过程中的第一步，就是培养老鹰和主人之间的默契，不管距离多远，训练金雕飞回主人的手上。狐狸毛皮则是让猎人骑马拖着一张狐狸毛皮，模拟在动的猎物，训练金雕前来捕捉。看他们怎么训练老鹰，哇，不简单呢。因为老鹰本身这个动物就是一个比较难驯服的动物。每年有大批的观光客来到乌列盖省的萨格塞地区参与金雕节，驯鹰猎人也渐渐习惯将蒙古包的一角提供给旅人暂住几天。对他们来说，不仅可以保存传统，还能带来一点收入。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停办了2年，今年呢是他们第一次重新举办，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比赛开始之前，他们还有表演音乐、唱歌，还有一段呢是要叫观众们一起进来跳舞。哇，我当然不能错过与鹰共舞的机会啊！黑走马是哈萨克族迎宾时跳的传统民间舞蹈，透过明快的节奏、甩肩动作配合4肢运动，
舞者可以根据场地应景发挥各种舞姿。我们的主持人葛凡果然有些舞蹈天分，一学就会。我先开始学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动作很像是在模仿老鹰，所以我就开始用老鹰的动作来跟他们跳舞，非常的好玩。因为这个活动，我觉得让观众更加的投入，更加的期待接下来的比赛。金雕节始于2000年，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推广驯鹰这项传统文化。随着金雕节在乌列盖当地渐渐受到重视，之后便成为每年的例行活动。开幕典礼非常的壮观，一排的猎人骑着马，带着老鹰，从远远的地方走向观众，绕圈游行，很像是在拍武侠片一样。驯鹰文化的传承得以用比赛的形式续存，让硕果仅存的猎人们有机会展现技艺，而这项绝技也获世界的认可。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无形遗产。金雕节第一场比赛从换鹰开始，换鹰是驯鹰文化中最基础的项目，这也是埃博拉报名参加的比赛项目。现在出赛的猎人只有15岁，看看他会不会成功呢？来了！换我们的主人上场了，埃博拉加油！不容易，飞错方向喽！老鹰绕了一圈，就是不稳。可惜我们的 Ibolac 挑战失败，但是志在参加，明年再接再厉。现在的人们因为真的不需要靠老鹰去打猎，所以这个传统就越来越少人从事。我觉得靠着这个活动能保留这个传统，能保留这个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为期2天的金雕节，其实就是展现驯鹰猎人训练成果的舞台。除了展示驯鹰技能外，猎人们还会参加用羊皮用作绳索、骑在马背上拔河等哈萨克传统竞赛。1、2、3，加油！旅行除了是看风景、体验当地的文化之外，能让旅行更深刻的是，就是能与陌生人相遇，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原始淳朴的猎鹰部落里，快乐其实很简单。我没想到他们也会喜欢踢足球，看着他们这样子，很无拘无束的在大自然里面玩啊，纯真的笑啊，会让我替城市里面长大的小孩感到一点点可惜，他们比较没有这种机会，有这种体验。1、2、3 ，cheese！埃博拉和他的家人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个欢送晚会，你们看看，一大盘的肉啊！What's the name of the dish? We call it bisparmak. It means 5 finger because of the you can use your 5 finger. OK。以水煮羊肉、鲜甜的肉汁搭配成卷面团、洋葱和马铃薯而成的 bisparmak， 意为5根手指，是哈萨克族最爱吃的传统菜肴。煮熟的肉未经分割，整块上桌，让主人亲手切块，再分给每位客人。纯粹的水煮方式能够让肉类保持清淡的味道和软滑的口感。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看到这种画面真的好感动哦。在城市里，通常人与人会有一些距离，但这边你看，他们也不认识我，我跟他们才认识1天，但大家都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然后聊天，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感受。Mongolia'da mantuz yapacağız. Sorry? This is for Mongolians are also say the mantu. 哦，这是馒头。 Yeah. 在这个晚会里面，很神奇的事情是，其实我跟他们没办法沟通，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非常欢迎我的心，很真诚的在跟我交流。Oh, Gabi, can you please tell the family, I would like the family, that I'm very grateful for their having me, like for giving me this food, preparing this party. Aybolaq. Buna gelin gayet şimdi bir köbrak bir konak. Size de rahmet. Konak babacığımızga Allah razı olsun. Rencimeye yürüngüzler. Rencimeye kaytınızlar. Allah'ına kavuşayım. 艾波拉其实个性非常的害羞，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喝了一点小酒哦，几杯下肚以后，他完全变了个人，开始唱歌，还把老鹰带进来，要跟我一起跳舞。OK， 虽然语言无法沟通嘛，但是我可以感受他其实内心很想要跟我交流，他很想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他的文化。哇 ，Bravo！ 啊，要跟他们离别了，真的好感伤哦。觉得才刚开始认识他们，才刚融入他们的生活，但是就要离开了，唉，好舍不得。哎，没关系。 已经认识他们了，下次一定有机会再来拜访他们。哇！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梦吗？打不到我，你打不到我！啊，差点了！啊！极境之旅主持人葛凡在蒙古西部的萨格塞村落参与了当地的年度盛事金雕节，亲眼目睹了延续数千年的驯鹰文化，也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离开了驯鹰部落，葛凡的终极极境大冒险才要正式展开。他将要深入蒙古最西边的无人之境，前往180公里外的阿尔泰塔万博格多国家公园。在蒙古西部旅游，不建议游人自行租车游览，最好安排熟悉路况的司机驾驶，因为除了主要的城镇有铺设柏油路外，其他都是由往来车辆开出的泥土路，行程中会不断的跋山涉水，必须仰赖司机的判断与高超的开车技巧。由雄伟的高山和美丽的湖泊组成的阿尔泰塔万博格多国家公园，总面积约6362平方公里。沿途放眼望去，四周尽是原始、静寂、壮阔的自然景观。绵延的群峰犹如冰封的海洋，疗愈着每个旅人的心。我屁股都快坐扁了。我们坐了5个小时的车，一路上摇摇晃晃的，终于抵达了阿尔泰塔万博国家公园。这里没有度假村，所以我决定要在湖边旁露营，好吧？时候不早了，我要赶快来搭我的帐篷。It's so cold. Do you know what's the weather right now? I think it's -5. 有吗？是很冷，但好像没有到0下吧。啊！我要在外面，在这么冷的天气睡觉，
我明天看得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吗？喂，别走！欢迎来到我的小房间，空空空。好，现在来铺的床垫了，第一层防潮防寒的床垫。哎，这床垫也太小了吧，这么窄，不能翻身呢。好了，在野外不要要求这么多，只求不要冷死就好。好，这也是为了保暖用的，看来军人用的那种睡袋。今晚就靠你了哈。好，差不多完成了，现在来试躺看看，看看真的保不保温。哎，冷到我讲话都已经口齿不清了，看看。是真的能保暖。我现在好像是只毛毛虫，要把自己包起来咯。我明天会变蝴蝶哦。晚安了，各位。哇，冰天雪地，睡了一觉，我怎么来到了另外一个季节了？怎么变冬天了？霍顿湖是国家公园内的美丽湖泊之一，也是游人健行、露营、徜徉在大自然里的最佳场所。湖泊周围景致梦幻美丽，有浓密的杉木林和点缀着白雪的山峰，是鸟类与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也是哈萨克游牧家庭夏季牧养生活的区域。昨天我睡得很舒服，来户外露营一定要选对睡袋，用这种冬天用的睡袋，真的非常的保暖，很舒服。哇，没有想到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梦吗？好美哦！迈入秋天的蒙古西部山区，天气经常说变就变，高海拔的山区都已经开始下雪。昨天抵达跟今天的景色完全不一样，一夜入冬。住在热带国家的我，很少看到雪。看到这样的场面呢，会让我想到格陵兰的那趟旅行。看到雪就真的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下雪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蒙古会碰上下雪的场景，像下雨的感觉。下雪喽！准备就绪后，接着就要前往营地附近的巴加图尔根山谷，徒步寻访传说中的瀑布。但是突如其来的大风雪为行程增加了变数，葛凡和摄制组只能先等待风雪过境。幸运的是，就在等待了1个小时，准备放弃寻访瀑布的当儿，风雪就变小，天空也逐渐转晴。这里的风景跟欧洲比起来完全不逊色。我现在要徒步走一段40分钟的路程去看瀑布，雪中看瀑布，非常特别吧？沿途风景真的会让人觉得哇，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让人惊艳。听到水声了，应该快到了。经过了雪地，一大片松树林，还有最后一段非常难走的岩石区，才终于看到了瀑布。哦，终于抵达了我们鼎鼎有名的瀑布，这是国家公园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景点。雪中看瀑布实在是太特别的经验了。巴加图尔根瀑布的源头是冰川融雪而成的图尔根河，高度约36公尺。老实说，瀑布不是那种非常雄伟、会让人惊叹的那种瀑布，但是在抵达的时候，突然又下起了一场大雪，边看着这个瀑布，然后又边
被雪这样吹着，很像是在拍冬季恋歌啊，或者是哪一部韩剧这样子，非常特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还让我有机会和 Gabi 一起玩雪球战。打不到我，你打不到我，差点了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一趟瀑布之行没有白走。在湖边露营的好处就是可以去钓钓鱼，看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为大家加个菜。OK， 准备好了 ，Go！ 哇，有远哦。If you did not halt like that, the ropes are stuck or somewhere. Maybe through all the stones. Take the rope back. Yes. We don't have to wait. No. 哦，原来这不是传统的那种钓鱼，我以为就是把鱼线一丢进去，然后就要等鱼上钩。不是，这主要是抛出去以后，然后慢慢的把线收回来。鱼有抓到，有上钩的话就有上钩，没有的话就是得重新再抛一遍。好，我可以抛远一点。啊，等一下，等一下，他刚刚怎么这么帅气？他怎么样弄？失败。啊！哇！有，这是比较远。啊，没有鱼。希望有鱼上钩，希望有鱼上钩，希望有鱼上钩。来。No fish。今天风太大了，都把鱼吓走了，所以不是我的技术的问题，是风的问题。Right? Maybe we can try by boat. By Today. boat? Yeah. Tomorrow morning. All right. Yeah. Let's do it tomorrow. 啊，回去了，空手而归。在高海拔的山区，太阳下山之后，气温就下降得非常快。入夜之后，温度就会降到0度以下。在这样的寒冷时刻，生火取暖是件最幸福的事。好想洗澡啊！寂静之旅。寂静之旅。葛凡展开终极极境大冒险，前往180公里外的阿尔泰塔万博格多国家公园，深入蒙古最西边的无人之境，体验到下雪的蒙古。隔天早晨的霍顿湖又变成了另一种风光，周围风景如梦如幻。蓝天白云搭配宁静清澈的湖水，青翠的山木林和雪山，以及远处骑着马儿的牧羊人，让主持人葛凡不禁也诗情画意了起来。你的日常就是我远道而来的风景。湖泊是当地主要的水源，所以牧民们都很珍惜维护，不会把脏水倒入湖里。为避免污染，禁止在水边使用沐浴乳和清洁剂。好想洗澡啊！来到蒙古西部，算辛苦吗？我觉得不算辛苦，但我觉得是，挑战性比较大。这几天都是不能洗澡的，没有卫浴设备，所以我们要解决生理需求，都是要去到大自然里面解决。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有洗澡，然后也没有网路，这是让我有点焦虑。但是日子久了以后，之后你会开始觉得心会静下来，然后而不是想着我要回什么，或者谁又写了些什么，而是真的可以去享受当地这边的日常、当地的风景。海拔2000公尺高度的霍顿湖是阿尔泰山脚下由10多条河流汇集而成的淡水湖。
湖泊面积约50平方公里，是国家公园内最大的湖。湖内据说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其中。不死心的葛凡今天要体验湖中坐船钓鱼，希望会有奇迹出现。哦，I got something. something good. 哦，Oh no！ 啊，好像刚刚有钓到。Oh, nice. Now I just feel you can catch now. Okay, yeah. Yeah. Oh, really? Yeah, yeah. 哎，钓到了啊！跑掉了 ？No, it ran away.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Yes, nice. 啊，好像啊，没有。刚刚有一度有钓到。今天运气不好，没有钓到任何一条鱼，但是钓鱼的过程很享受，很好玩。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去享受湖上时光，那边真的很像画一样，觉得哇，是来到天堂了吗？离开了霍顿湖，葛凡继续一路向西边最深处的无人之境前进。途中在哈萨克牧民家庭做客，看他们的生活和蒙古族牧民有什么不同。Assalamualaikum. So this is the one of the Kazakh family living in the national park. 一个大家庭。 Have a seat, please. There. All right. Hi. 跟乌兰巴托喝的那个奶茶一样，有点咸汤的感觉。Kazakh Namot tea is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Mongolian tea. The Mongolian tea is just looks like white. The Kazakh tea looks like yellow. Okay. It means a little bit more than Mongolian tea inside. 好，来尝一点他们这边的奶制品。好吃，很像那个牛油的味道。The lifestyle of the Mongolian nomad people with the Kazakh nomad people, I think it's very similar, right? But here is so many difference here. For example, the gear size is bigger. Okay. 哈萨克族牧民居住的蒙古包高度较高，空间也较大，用来支撑顶部的支架有弧度，使用手工制作的皮绳和骨头固定。帐篷内有家族女性手工刺绣的布毯或地毯装饰，刺绣图样华丽鲜艳，常以花纹或动物为设计图样。这个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家庭，他们都非常的害羞，有点难去聊天，但是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个好客的精神，就会把他们全部有的最好的食物都摆出来给我，让我非常的觉得很窝心，很感动。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我成功逗笑了一个小孩子。你是哈夏，吗？然后他还让我抱，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给叔叔抱抱。他愿意让我抱呀，给这个赞。看看我身后的美景。昨天开了将近5个小时的车，路程非常的颠簸。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就开始搭帐篷度过一个晚上。昨天晚上一直被冷醒。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就是要带大家来认识蒙古西部的风景特色，感受一下这里的风采。好吧，现在就出发吧。今天，葛凡将前往极境之旅的终极目的地，一睹蒙古冰川与最高峰的风采。
距离扎营地点虽然只有30公里，但是由于原始的泥土路上布满石头与坑洞，所以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这次的路程更是困难，我非常佩服我们的司机大哥，如果没有他，我是绝对看不到冰川的。越往国家公园最西部边缘深入，海拔越高，温度越低。在半途休息时，葛凡发现了，就连河水都开始结冰了。海拔2000多米的气温非常低，低到连水都结冰了。你们看，以为是清澈的河水，其实都变成冰块了。哎呦，要小心！跋山涉水，我来到了蒙古跟俄罗斯还有中国的交界处。那座山后面就是俄罗斯，这座山后面就是中国。在这里呢，除了可以看到蒙古的冰川，还可以看到蒙古的最高峰，非常的漂亮。雄伟的阿尔泰山脉跨越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有一峰是蒙古的第一高峰，原名原意为冷峰，海拔4374公尺。在山峰下还有长达12公里的波塔宁冰川，让葛凡大饱眼福。这趟旅程啊，我觉得最辛苦的其实就是坐车，是坐最多车的一趟，也是最颠簸的一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会觉得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会更加珍惜那边的风景。我以为蒙古就是一大片草原，我没有想到我会看到雪景、冰川、瀑布。来到蒙古西部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它的每一个点啊，都是很像一幅画一样的那么美。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圈，看一下不同的文化，看一下不同的价值观，看他们怎么生活。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跟人们交流的这些日子。我很久没有感受到人与人的距离可以这么亲近，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可以用灵魂交流。这趟旅程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会非常怀念这一切。蒙古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走一趟极尽之旅。Ourselves present here, let's never miss one thing. Let's hedge our bets, let's throw our cards.